跟着季节开运好路，好运快来坏运跑路，有时不有波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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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怪，都的笑容都比你的假。你的灵感太过派来 get 灵，季节呀西呀地。What's good？ 全球乡亲安安 ，Welcome back to 所长开讲。所长你好啊！大家好。所长开讲是一档探讨开运哲学、宗教民俗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你们的 host 小蛙 Frank 蛙。我是灵根吉吉的所长王博娟，灵魂的灵，树根的根，带来双倍吉祥的吉吉。接下来的时间，就由最有料的主持人小蛙和我一起陪伴大家，来一场水曜日的脑内微革命。Okay， 所长 I got a big one for you。 我最近呀在听 Spotify 的时候，听得我白眼都要翻到后脑勺了。怎么全都是嘻哈音乐啊？拜托，20-30年前这种东西绝对是最边缘、最不入流的音乐形式，好吗？以前长辈都笑说那叫数来宝，同龄的人会酸你是被电给电到。现在倒好，嘻哈饶舌变成中产阶级酷小孩的标配了。顺着这个思路，我就想，这种从底层边缘爬到绝对主流的套路，真的是屡试不爽哎。现在的嘻哈饶舌是这样，以前的爵士乐也是这样，甚至扩大到国家、社会、思想、哲学也还是这样。你没看，帝国时代民族主义根本就是没人理的边缘思想，结果呢，现在哪一个国家不是民族国家？这是一个非常敏锐而且深刻的观察 ，Frank。文化与思想从边缘走向主流，其实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持续循环的动态过程。我记得在社会学与文化研究里，这通常涉及了文化霸权的转移，还有所谓的收编机制、典范转移。边缘之所以能成为主流，从来不是偶然的。它宛如一个过滤与放大的漏斗，通常会经历3个阶段。洗耳恭听。首先是底层的孕育与反抗，就像早期的爵士乐，那是美国南方非裔底层抒发苦闷的唯一出口。嘻哈则是源自纽约布朗克斯区青年的街头抗争，他们充满了粗糙的生命力与颠覆性。接着是转译与稀释，当边缘文化引起了主流社会，像是中产阶级或资本家的注意，他们会借用这些元素，但他们会剥除掉最具攻击性的刺，只保留它酷的表象。最后就是大众化与建制化了，它彻底从反抗体制变成了体制本身。今天，嘻哈成了全球最赚钱的工业，而民族主义，就像你说的，变成了各国宪法的基石。Right， 这就是我觉得很恶的地方。主流社会到底为什么要去蹭这些曾经被他们视为异端、低俗、非主流的东西？这背后有4个主要的驱动力。第一是资本市场的收编与饥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追求扩张，当主流文化变得陈腔滥调，市场就会把边缘文化当作未开发的新奇原物料。市场不在乎嘻哈的反叛，他在乎的是这能卖出多少双球鞋。第二是对真实性的渴望。主流社会往往伴随着高度的压抑，随着发展越来越失去与世界的真实连结。年轻世代觉得主流文化太过虚伪，所以透过拥抱未经修饰的边缘文化来标签自己的独特性。当这群年轻人长大，他们当年的边缘自然就是新的主流。 Totally， 就是一种青春期的代偿作用嘛。那另外2个呢？第三是社会结构的危机。当旧有的主流思想崩溃，大众自然需要从现有的思想资源库中寻找新的力量来重新凝聚大众。边缘文化成为选项之一。最后就是传播媒体的技术革新了。从黑胶、广播到现在的社群媒体，技术降低了门槛，让边缘的声音能够绕过主流的守门人，直接传达给他的受众。所以这根本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双人舞嘛。
边缘被主流收编，变成新的霸权，然后僵化，产生压迫，再逼出下一个边缘来反抗它。Oh my god， 像波浪一层又一层打在沙滩上，有够累的。是的，当嘻哈或民族主义成为主流后，他们也会开始产生自己的盲点，进而催生出下一代新的边缘文化来反抗他们。But wait， 所长，这种变化的主因到底是什么？新技术突破、旧秩序僵化，这些我都 get， 但我总觉得人类自然寿命的局限，也就是人类会老会死这件事，是不是才是整件事情最根本的动力啊？我这样想对吗？ Mr. Wah， 你这个切入点非常狠，但也极度的精准。你把复杂的社会学理论全部拨开，看到了最底层的硬道理。没错，生物学上的死亡与代际交替，或许就是主因。物理学大师普朗克曾经说过，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不是因为反对者看到了光明，而是因为反对者最终死去了。学界后来戏称这叫做科学的进步是葬礼推动的。哈，葬礼推动科学进步，这话太毒了，我喜欢。旧时代的僵化本质上就是掌权者的生理与心理双重老化的投射。死亡其实是社会结构最无情的强制重置检。如果人类长生不老，权力永远不会释放。所以边缘的胜利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活得更久的胜利，靠着代际更替把旧世代的维护者给熬死了。时间与代际确实是摧毁一切旧有高墙的最根本的力量。Exactly， 把那些老家伙给熬死就赢了。所以突破僵化的原始力量，或者说永恒的局外人，不管在任何文明里都是非常重要的符号，对吧？因为他们拒绝社会化，死守着不被同化的底线，这本身就是对权威最大的嘲讽。局外人不受既得利益绑架，所以能一眼刺穿主流虚伪的包装。对创作者来说，这种局外人的心态更是不可或缺的防腐剂。那在世界各地的主要文明里，这种突破僵化的原始力量一定会被升华成某种神明形式的终极符号，对吧？没错，像是印度的 Shiva、埃及的 Osiris， 还有希腊的 Dionysus， 它们代表的是永恒的预现以及生殖与毁灭的循环。它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同时具备了极度爆裂的生殖崇拜，也就是阳具的符号。像是 Shiva 的鳞甲，或是 Dionysus 游行中巨大的阳具图腾。Osiris 的生殖器甚至被鱼吃掉，是妻子伊西斯用黄金重新打造了一个才完成了复活。这不是少年的纯真，这是最粗野、不讲道理的造物法则。同时，他们也是解体与重组的专家。Osiris 被碎尸， Dionysus 被撕裂， Shiva 的骨灰瑜伽。这证明了要打破僵化，唯一的方法就是彻底的解体，然后才能带来真正的丰饶。Wait a minute， 那在我们中华文化里呢？我可以想到孙悟空、哪吒还有济公，他们算吗？ Frank， 你的直觉很好，他们确实展现了局外人的气质。但如果我们用稍微刻薄一点的眼光来看，在中华文化这套极度强调大一统和儒家伦理的庞大系统里，这三位的命运其实揭示了主流体系对待异植物的最高明手段，也就是招安。招安，及时雨宋江。没错，你看哪吒，他做出了最决绝的反抗，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彻底切断血缘。但他最后还是被编入天庭，成了中坛元帅。孙悟空也是，本来是无父无母，跳脱三界的石猴，大闹天宫，结果呢，被戴上紧箍咒，最后成了斗战胜佛。那个佛字就是最深刻的建制化。只有济公用极致的疯癫与荒谬，一身破衣吃肉喝酒，把自己放逐到主流触及不到的最底层、最边缘，才勉强守住了局外人的位置。OK， 但我发现一个盲点 ，Shira、Dionysus、Osiris， 他们都有尸体肢解、
破坏体制跟阳具这3个元素。中华文化里最接近的哪吒，甚至连阳具都没有啊！这就是中华文化最深层的逻辑了。在中国，这3个元素是互相冲突的，因为在宗法制度下，生殖力也就是阳具，它不是混沌的野性，它是体制的最核心基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最纯粹的阳具崇拜早就被道德化，变成了供奉在厅堂上的祖宗牌位。所以阳具就等于父权，等于正统。一个要破坏体制的反叛者，怎么可能拿着体制的绝对核心来造反？这在逻辑上是被锁死的。Damn， 所以哪吒为了反叛，只能被迫自宫吗？生殖力在中华文化里从来不是野性，是义务。哪吒的莲花化身本质上就是一场神话学上的彻底阉割，他变成了一个没有性别、无生殖能力、无法传宗接代的生化人，他必须斩断成为下一个父亲的可能，这就是他反叛的代价。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任何带着狂暴野性的局外人，要么像刑天一样被砍头，要么像哪吒一样自宫，要么就像孙悟空，虽然他是天生无性别的石猴，但戴上紧箍咒成佛，本质上就是一场最彻底的精神阉割与去性化。这听起来太绝望了吧？在这种阉割局外人的文化场域里，所长，你推广灵根基基，这个外在是阳具造型，内核是破坏体制的局外人力量的开运符号。你面对的第一个问题，绝对是阳具被丑化、情色化，甚至直接被无视吧？你到底要怎么制定策略，让这股力量在华人世界活下来？难不成要学哪吒或孙悟空一样自宫吧？这确实是一场硬仗，但其实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古人是怎么做的。既然不能明着来，古人就发展出了一套极高明的偷渡美学。比如葫芦，外形像男根也像子宫，包装成道家法器，或是风师爷赋予它镇风止煞的正当性，然后在胯下大方雕刻出雄性特征。体制需要它的武力，就不得不容忍它的野性。还有蛙、花、瓜的瓜蝶绵绵，用雌性与大自然的繁衍意象来呈现本源能量，绕过父权监管，展现出另一种不被道德拘束的生生不息的原始动能。哇哦，偷渡美学！但说真的，虽然听起来可行，但根本就是超级艰难的呀。为什么你一定要在我们这种缺乏局外人精神的社会里推动灵根基基呢？不觉得很自找麻烦吗？因为历史证明了，一个没有局外人的文化，最终只会走向令人窒息的僵化和苍凉。那些被体制视为污秽、边缘，甚至必须被阉割的原始力量，往往正是社会濒临坏死的时候，唯一能起死回生的心脏电极。每个文化都值得拥有自己的永恒局外人。我在推广灵根基基，不是为了惊世骇俗，这是在召唤。我试图在那些被规矩绑死的日常里，重新召唤那股最粗糙的、最荒谬的，但也最生猛的创造力。我想证明这股力量从未真正消亡。今天谢谢所长的分享，又是收获满满的一个晚上。我的荣幸。同时感谢全球乡亲的收听，谢谢你们的按赞、留言、分享。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星海加纳 Ekaksha， 由他为我们带来宇宙能量气象周报。Peace out。阳光太强，墙角太响，暖气整个八公 ，Oh my God，barbecue 了。黑板上的倒数计时，心情有够复杂，趁现在说出内心深处的话。大家好，我是伊卡莎，为您播报2026年5月3号到5月9号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经历了上周满月与灵数9的大扫除之后，这周的我们要正式迎接崭新的开始咯。在这周的5月5号，我们会迎来非常重要的节气立夏，这代表着春天正式结束，宇宙的火元素能量即将开始蓬勃发展。
同时，这周进入了2026年的第19周，灵数是1。立夏加上灵数1，这是一个充满爆发力以及开创能量的完美时机。只要你已经放下了过去的包袱，这周的大环境氛围会推着你勇敢向前冲。请准备好你的热情，因为大展身手的时刻到喽。接下来为您揭晓本周的灵根吉吉开运色。本周抽到的是朱红。在立夏与灵数1这种急着向前冲刺的强烈能量下，宇宙为大家抽出了代表大吉的幸运色朱红。朱红色的专属诗签说：夕照红霞千丈暖，鸿运当头莫自疑。这意味着你现在正处于气运高涨、百事可行的绝佳阶段。伊卡莎要特别神谕提醒你，这周的你充满了强烈的生命力，请大胆展现你的领导力和热情，千万不要自我怀疑。趁着初夏的到来，把那些酝酿已久的计划付诸行动吧。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一阵顺风就会将你的长帆吹起，为你带来升官、权势以及满满的鸿运当头哦。那么本周的师婆12法相运势又是如何呢？请大家对号入座哦。首先，灵寿是白鹤的无声师婆。这周的你可能会把重心放在居家生活，趁着周末帮家里换上夏天的凉爽布置吧。这份焕然一新的感觉会为你带来超棒的好心情哦。灵寿是狮子的大天师婆，你在职场上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了，领导魅力整个大爆发，大方接下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这周的你绝对是团队里的超级巨星。灵寿是大象的喜乐师婆，该是好好整顿生活作息的时候了。趁着初夏的好天气，为自己养成一个新的运动习惯，出点涮会让你的运势大开哦。灵寿是鲤鱼的福气师婆，这是属于你的本命能量月，自信心和魅力双双爆棚，勇敢把心里想了很久的计划说出来吧，这周全宇宙都会站在你这边。灵寿是孔雀的清景师婆，你的人际与感情关系迎来了甜蜜的升温期，主动邀请在乎的人一起吃顿大餐，或是来场小邀会，你们的默契会直线上升哦。灵寿是角枭的三木师婆，你的偏财雷达正在闪闪发光，去检视一下手边的投资理财计划，或是把没用到的二手物品卖掉，会有意外的小惊喜等着你。灵寿是野狼的暴风师婆，财运方面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不过买东西前记得多比价，把钱花在提升自己生活品质的实用好物上才是最聪明的选择。灵寿是黑犬的恐怖师婆，这周的你超级适合好好玩乐一场，放下严肃的面具，去听场音乐会或是看部喜剧电影，轻松的氛围会为你招来超棒的桃花。灵寿是流牛的受主师婆，想要往外探索的渴望变得好强烈，赶快替自己安排一趟远离尘嚣的轻旅行吧，在陌生的风景里，你会找到困扰已久的答案。灵寿是山羊的山主师婆，你的社交圈大开，朋友就是你本周的最强幸运星，周末千万别宅在家，去参加热闹的聚会，你会在聊天中获得超宝贵的情报哦。灵寿是乌鸦的始主师婆，这周的你需要给自己一个按钮暂停，推掉不必要的应酬，找个静静的咖啡厅读书吧，独处的时光能帮你充满满满的电。最后，灵寿是龙王的银河师婆，你的沟通表达能力超级流畅，如果之前和朋友或同事有什么小误会，这周正是主动破冰，把话聊开的最佳时机哦。以上就是本周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的全部内容，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周。我是艾卡莎，我们下周见。我们的传奇，灵感派。